说起玉府这个品牌啊，从上一年的 R 系列开始，再到现在的 L 系列，可以看到整个品牌的定位是逐渐往高端的方向在发展的。这次上手的175啊，整体上给了我不少的惊喜，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。在175上啊，玉府依旧在边框上花了非常大的功夫，从左右两边的装饰条，再到装饰条上与设计元素结合得非常好的指示灯啊，正面有 RGB 的灯带，顶部的充电口附近有一圈金属的装饰板，可以看到边框上的设计元素是非常丰富，但是不杂乱的。键盘正面的话是玉府家的一个老传统，总喜欢在右上角折腾点东西啊。这一次的话就塞了一个1.41英寸的 TFT 彩屏，可以显示键盘的电量以及时间信息。配合驱动使用的话，可以下载到别人已经上传好的动态图片，在画板模式里面可以编辑 GIF 的速度等一些参数，也可以自己动手绘制属于自己的图片啊。上手的话并没有太高的难度，如果 GIF 的帧数偏多的话，上传就比较慢，100帧的话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啊。这个的话，希望后期可以通过升级提个速什么的。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使用啊，这个屏幕可优化的地方还是蛮多的。首先，这个 TFT 屏幕质感在黑屏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美观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与周围的边框有明显的区别，而且在屏幕的字体设计以及切换动效方面可以多花一些心思。目前在不同的界面之间切换的动画效果做的还是比较生硬的，也希望以后的新款可以把这些给跟进上来。键盘搭载了一套 ASA 高度的 PVT 键帽，键盘本身的高度比较矮，和键帽的话可以说是刚好互补了。键帽本身的做工也比较优秀，表面的磨砂感强烈，随口处理的也还 OK。结构方面，玉府在 L 系列键盘上用上了 Gusky 结构，配合一张开槽的 PC 定位板，应该是比较软才对的。但是因为键盘本身比较薄，内部的话有2层硅胶填充，所以码字的时候只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形变，之后很快就会触底，对手指的支撑感还是非常强烈的。轴体用的是 TDC 的巨人之星 RGB 版，1.2毫米的粗发行程，是一颗类银轴，和我之前上手的爱心轴在手感上还是蛮大区别的，没有爱心轴上面那种粘滞的感觉，明显就要清爽很多。拆开来之后可以看到内部的润滑用的是十分的克制，其他的地方包括内部的轴心、圆球面的触底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在大键方面对比我之前上手的 Y68 是有一点开倒车的，空格右侧的空键层以及杂音比较明显，在空格的缝隙里又用硅胶填充，其他几个小键的表现还 OK， 配合 ASA 高度出来的声音清脆好听。续航方面这把键盘开灯的续航时间是10个小时，关灯的话有53个小时，这2个数据是在显示屏开启的情况下测试的。这个数据对于一把4000毫安时的键盘来说并不是特别理想，只能说是为了这个小屏幕牺牲了太多我个人的话使用基本上就是1个星期，再多3天左右就得充一次电了。2.4G 的连接稳定性方面没有问题，正常的竞技类游戏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是金属机箱的话，该上延长线也得上延长线，这一点大家都差不多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这把键盘在设计方面我肯定是给予高度的认可的，有非常多的自主元素，好看但是不杂乱，在量产键盘中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外观了。再加上右上角的彩屏以及居中的灯带，还有 TDC 的轴体，卖这个价格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可以改进，比如说这个松垮的电源开关以及大键的钢丝音，还有屏幕的动效之类的问题，我觉得解决起来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成本起码得对得起这个价格，也希望以后推出的新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